我的力量才运转就被压溃为虚无，这就是合道期的实力吗？羽翼化剑。没有剑灵相助，以我如今的修为，哪怕手持地剑，也还是无法和这些强者争锋啊！力量，我一定要有更强大的力量。无知小儿，溃散吧！难道我许长青今日就要？飘雪剑，你我剑术，漫天剑雪，冰封天地。玄玉真人，你堂堂一峰之主，居然对一个后辈下此狠手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？简直是胡闹！哼！张家，飘雪真人，你们怎么会？先别说话。哥哥，长青公子，原来是这样。紫萱，哥哥，放心，长青无碍，一时损耗了仙元。暂时昏迷而已。你们，玄玉师兄，你可知，他只是一位未聚灵的少年，没实力还目中无人，更该教训。若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该如何向无涯师兄交代？那是你们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你一个长辈，竟然下如此重手！够了！师兄，你那义子看起来还有一丝残灵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天鼎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偏偏是他，长青以后麻烦了。方才检查气脉，长青似乎迈入了炼气9重。啊，这才短短4个月啊，就从炼气1重到了9重。这4个月，长青公子一直闭关不出，日夜修炼。以长青的体质修炼，不是时间久便有成效的。我相信哥哥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他的心永远是最坚定的。就凭此，他肯定可以。先带他回去好好休养吧。掌教入座。师兄，你是堂堂的一方剑主，有失身份呢。哼，这小子仗势欺人，公然残害同门，若不是本座出手，已经出了人命。掌教真人不责罚此等目无门规之徒，反倒呵责本座。依我昆仑门规，当废其修为，逐出昆仑。依我之见，还是要问清其中缘由。长青，昨日之事，你且说来。
我们自当公正处理。弟子昨日冲击聚灵境，执事不愿预知药材，弟子只好作罢。回掌教，在下已经给了徐长卿高于普通弟子10倍的药材，若再给，有违门规。在下恪尽职守，不敢厚此薄彼。哼，这徐长卿无法无天，连药材都要比别人多。升个聚灵境要这么多药材？掌教明鉴，我家公子体质特殊，日夜修炼，只为不在仙剑大会时丢了昆仑的脸面。连我拿寒冰剑去置换，公子都不许，怎么成了诸位口中无法无天之徒了呢？谭执事，区药材，何必如此？我昆仑第一剑仙座下唯一的弟子，要点资源而已，这样不成体统。掌教真人教训的事，在下认罚。为了区药材，就让剑仙弟子蒙羞。长青，以后你的药材来我雪月峰取便是，就不必去药店了。是啊，长青哥哥，以后我们不去药店了。长青自知体质特殊，超出配额的药材之量，愿以劳力代之。多谢真人。取个药材，怎么又和玄玉真人义子夏雨峰死斗啊？弟子离开药店时，那夏雨峰2人出言不逊，辱我父亲。胡言！我这义子一向乖巧，怎会出言辱你父亲？接着辩。玄玉真人若不信，可以问当时在场的所有人。他们先是侮辱公子，称公子是废物，还骂公子是野种。岂有此理！哼，这话可说得重了。这件事情的确是雨峰不对在先，你可以上报门中诸老，他的罪自有人裁决。可你却仗着自己手持地剑残害同门，即便老夫开口呵斥，也不曾停手。如此作风，实乃罪大恶极，与魔无异。我与魔无异。我父徐子川身为剑仙，游走九州除魔未到，14年前更是只身一人杀入仙魔海，与诸魔将大战，方才救回我仙门的希望，拥有先天道体的子勋妹妹。若没有我父亲与魔门浴血奋战，你们还能在这里颐指气使地审判我吗？我父亲用鲜血换来九州仙门的希望与安宁，可他未曾想到，他所庇护的人却在背后侮辱他。不管是谁敢辱我父亲，我徐长卿哪怕以卵击石，也当玉石俱焚。你们不守护他尊严，我徐长卿来护你。长青哥哥说得对，当年我父亲穆天歌深入仙魔海，去援救被困的仙门强者，不想却被魔门重创。若非子川叔叔不顾生死，孤身深入魔海助我父亲，重创魔门强者，也没有今天的我。那次子川叔叔明明已经杀出了仙魔海，可他在安顿好我后，又孤身入海去援救我父亲，这一去就再无音讯，只留下长青哥哥孤苦伶仃。不想才12年，世人就已经忘记这位剑仙为九州仙门所流的血和泪。在这里入剑仙名誉，怎么对得起为九州仙门在外征战的仙人？唉，子川道友这一生让人敬佩。遥想28年前，东海彭山异象突现，东方氏族天歌剑仙传讯九州仙门，说该族出了一个拥有先天道体的天阳之子，可彭山势单力薄，怕难以保全先天道体，故而请我九州仙门去支援。有武灵具、魔星面的谶言在先，
故九州县门不少仙人前往蓬山相助，不想此次一去，却惨遭魔门伏杀，一个个仙人喋血东海，生死道消，使我仙门示威。那昆仑呢？那时，太白恰好闭关修炼太上忘情剑，在得到天歌剑仙的传讯后，本座并没有告知太白，因为那时我仙门才经历东海蓬山的惨败，损失惨重，纵使我们去，也未必能救回天歌剑仙，反而可能被魔门伏杀，彻底葬送我九州仙门根基。所以那一次，我们昆仑袖手旁观。但是青莲剑骨紫川剑仙去了，他说先天道体关系着整个九州仙门的未来，哪怕是战死，也当将那道体引入仙门培养。父亲，陷魔海之后的事，你们也知道了。无涯出关，差点与我决裂。他如今所做种种，其中缘由，皆如此般。长青自当追随父亲的脚步，竭力修炼，有朝一日必入仙魔海，寻父亲归来。好，好，英雄出少年。今天，本座便行掌教令，令夏雨峰、张红守昆仑山门100年。玄玉真人管教不严，给予警告，若再犯，革通天峰剑主之位。从今往后，不管是谁敢辱剑仙，皆严惩不贷，可有异议？无异议。另外，以后长青和子勋在我昆仑，资源无尽，我昆仑仙术道法尽可参悟。昆仑仙法，尽可参悟。都退下吧。长青、子勋，记住，唯有强大，方可快意恩仇，不为世事所困。是。我们吃饭吧，一起上。行了，那徐长青不仅没被罚，还被特许可修我昆仑一切道法。师傅，这是何道理？是啊，我们想修一门都不得，真是！你们在干嘛？陪我继续练。不练了，不练了，大师兄放过我们吧。不练就滚蛋！师傅，若有机缘，弟子亦可修炼成仙。凭什么是那废物般的徐长青？弟子不服！不服又如何？我告诉你，若你真的不服，就在仙剑大会，光明正大的赢了那个小子，出了这口恶气。对，仙剑大会。我昆仑仙剑大会，只比道法神通，不可动用宝器，更别说地兵了。好，我就再等2个月。徐长青，还有，叫他们今后也收敛点儿，没掌教的令，本座也保不住。没用的，今天就算是长青哥哥，我也不会让你。哼，你以为你还能赢我？
哥哥，我先到。唉，耶！不知道大爷爷他们看到这么多零食，会高兴成什么样子？他们好像瞧不起这些零食，甚至也瞧不起剑士。反正子勋都喜欢，而且这次多亏青衣姐姐报信呢。哎呀，长青哥哥，我已经金丹后期境了，还敢摸我的头？我们才来4个月，你这修炼速度也太快了吧？那是，我可是先天道体，哥哥也要加油啊！我绝不会给父亲丢脸，等我修成剑仙，便入仙魔海，找到所有人。子勋也是。子勋，看来你在飘雪真人那儿学的道法不错，那么哥哥也传你一篇道法吧，这可是青帝的地术，你要保密哦。好玄妙的道法，长青哥哥，你真厉害！我们要一起仗剑天涯，荡平魔门。当然了，聚灵杯之事，还是不要告诉子勋妹妹，以免她惹上麻烦。青羽，长青哥哥就麻烦你照顾了。子勋放心吧。若是哥哥想干什么坏事，青羽姐姐直接去雪月峰找我。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没什么，我走啦。替我谢谢飘雪真人的灵翠。这些灵翠足以让我冲击聚灵境了。之前只有4个，如今又多了2个。看来凝聚9个英灵，使用9种地术不是虚言。那是自然，只是你现在炼化这些灵翠，也需要小半夜。这不是问题。公子，心神为引，血脉为基，灵气为辅，凝我仙灵。1个月了，未动一步。刚才听到异响，没想到是公子在聚灵。无知血脉真灵，尽数激发出来吧！难道是有合道期的修士在冲关，引来了天地异象？瞧那气旋的下方，似乎对应着缥缈峰啊！昆仑除你我几位，还有合道期？此等异象，哪位隐士前辈在渡劫？不是那么简单。怎么凝聚出了一个莲台？你看那个。这是一面天碑。还记得3000年前，沧海剑门宗主风无忌
发现了天碑吗？3000年前的事，谁知道？不过，这天碑内蕴世界，地碑弥漫。好可怕的钟声！这般气势，是哪尊古帝呀？这是吾是谁？吾在何方？我凝聚的心灵居然是混沌巨灵碑，这是苍梧帝尊，他居然从天碑内走出，那地碑简直如古帝临尘，是因为异象出现，引来了天地之力加持，才让地碑也跟随显化了吗？苍梧帝尊，是啊，吾为苍梧帝尊，曾无敌于天下。啊，这是混元巨灵碑，在趁机牵引苍梧帝尊散落天地间的残灵。苍梧帝尊，就是那手持混元钟，号称人皇的古帝。人中之皇，手持混元钟，也称人皇钟。当年他力压诸帝后，又被称为帝尊。这上古帝尊怎么会出现于此？难道这预示着什么？莫要瞧他的谋道！这是谭元古帝，他也出来了。吾乃谭元古帝。这是……看来是时候出关了。究竟为何上古帝尊接连出现？你们也都感受到了吧？古帝竟接连出现，太不对劲了。这是虚空大帝与无航。这是青莲帝尊。吾乃青帝，映照九天，谁与争锋？青莲帝尊不是在9000年前镇压苍月魔主时已经身陨了吗？太奇怪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这是我昆仑之祖白帝啊！昆仑第768代掌教天鼎，见过古祖。昆仑弟子拜见古祖。老祖临晨呐，定是预示我们仙门要兴啊！没有想到，我这天碑第5个谷地是昆仑的白帝，只是第6个谷地会是谁呢？啊，不好！我的神魂之力快支撑不住了，得赶紧凝聚心灵。老祖，敢问您而今显灵，是否有什么指示？望老祖降诏。为何这些谷地皆毫无反应？像是残影，又像真实。奇怪。无知仙灵，容！混沌聚灵碑，还是不敢相信，这就是我的仙灵。啊！天碑消失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祖呢？老祖还没降诏呢，怎么就不见了？啊！刚才本座以元神感应，想要寻觅些蛛丝马迹，可惜毫无所获。唉。这天碑威势滔天，若是能留在昆仑，何愁不镇压魔门？哎呀，太可惜了。诸位，今天朱棣显灵，威震九州，想来是预示着我仙门大兴。尔等需指导弟子好好修炼。掌教真人放心。定然是长青公子，公子。唉，这次凝聚仙灵，损耗了太多的精气和神魂之力，得先巩固根基才是。青莲地诀。这牵引之力比之前快了10倍，凝聚仙灵后果然不一样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多少来多少吧。哎，还记得吗？2个月前突现异象，古祖白帝也显灵了。据说九州仙门都好奇此事啊。嘿，3天后的仙剑大会开始，此事正好为我昆仑长长威风。嗯。天鼎，快出来迎接我呀！我是南海剑宗宗主寻风真人，你们天鼎掌教呢？哦，掌教已在大殿等候多时。哈哈哈哈！原来如此，这老小子，我来了。
感谢各位仙家道友赏面，今日共聚昆仑。3天后，仙剑大会正式开启，冠军可获得我昆仑之宝，以奖励后进小辈。好啊！此外，想必各位也有所耳闻，2个月前，昆仑异象，天碑现世，古地临尘，不知道友们如何看待此事啊？天碑现世，古地临尘，自是吉兆。这是当时万象镜所记录下来的画面，诸位一同观摩，能否看出预示？如此地位，要是坐镇我仙门该多好！诸位不必唏嘘，自古邪不胜正，本座相信，只要我九州7大仙门和各古族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驱除魔门，还我九州一个朗朗乾坤。天鼎掌教说的是，古之大贤已经付出太多了，我辈当自强。道友所言甚是。唏嘘感叹只是一时，诸位道友，此次异象可让你们想到些什么？此次异象可让你们想到些什么？古之大贤显灵，是否是提示我们将和魔门有一场生死对决，得做好应战准备？生死对决？我仙门在28年前就遭重创。诸位道友，莫要忘记天碑谶言：武灵聚，魔星灭。对呀，忘了这茬了。如今我们已汇集4个先天道体了，天鼎、昆仑这2个怎么样？禅渊身具药经先天道体，拜入本座门下9年，而今已迈入了反虚之境，乃我昆仑年轻一辈第一人。此时他大抵也要出关了。我记得他今年才20余岁吧？仙门之幸，可喜可贺呀！另外一个先天道体，便是天歌剑仙之女穆子勋。她此时方才16岁半，却已是金丹后期，要冲击化神境了。啊，才16岁半就冲击化神境了？哎呦，老小子，你这是走什么大运了？据说沧海剑门的2个先天道体也已迈入了反虚境，只可惜沧海剑门在极北之地，旁边的仙魔海又不安分，这次没能来。哦，对了，听闻太白剑仙收了紫川剑仙的儿子为徒，却不知这孩子如今修为怎样。长今这孩子极为努力，有大毅力，未来的成就定然不会差。哎呀，天鼎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吞吞吐吐的？长今身体异于常人，目前尚在聚灵境，不过本座相信，假以时日，他绝不弱于人。聚灵境？这剑仙之子怎么才聚灵境啊？和各派的天才相比，差距不小啊。什么聚灵境？还是炼气境罢了，哪怕天天给他喝灵液玉露也没用。什么？只有炼气境？唉，这剑仙之子当为人中之龙才是，怎么会？是不是误会？通天峰弟子皆如此般目无尊长。张红，你竟敢在这非议剑仙之子执剑长老的继承人，目无尊长的家伙！本座罚你去后山剑冢思过3年。
滚！是。这通天峰建筑乃是昆仑禁地，普通弟子巴不得入内。这玄玉，难道是故意报天地师兄，罚他一子之仇？小辈的一时快语罢了，诸位道友无需放在心上。哎，说起来，当年长青随他爷爷去我神农悟时，还是个小毛孩子呢。没想到这孩子天生丹田如渊的体质问题依然没解决。哎，怪不得，可惜了。诸位，不说这些了。3天后，可要叫你们的高徒好好努力了，勇夺奖励，展现风采。如今天色已晚，诸位道友请入我昆仑迎客峰，暂且歇息吧。多谢掌教真人款待，我等叨扰吧。没罪，没罪。老夫还能再喝。天庭，继续来喝呀！无双，拿我的酒葫芦来。我特制的无双醒酒丸，8倍药量，保证药到酒醒。傻丫头，乱配药！茅房，茅房！哎呦，哎呦！对不起嘛，爷爷。不过还是很有效果的，对不对？爷爷，我听说那徐长卿……哎，别说他了，方才还说他体质问题还未解决。不过，若等他爆发之时，想来也是极为恐怖的吧。只是不知这一天要等多久。唉，白白浪费了我们一株圣药。你还知道？不知道是哪个小妮子偷我族圣药来给他的哦。哼，你呀你，当时若非我及时赶到，你就被我族的圣兽一巴掌拍成肉泥了。爷爷，你还记得呀？好想早点见到那家伙。哼，那是。爷爷，葫芦里也有。啊！你个傻丫头！耶！欢迎各位道友来昆仑参与此次仙剑大会，期待各位的精彩表现。好！接下来由我昆仑藏经阁阁主商坤主持仙剑大会。各位道友好，我是商坤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大家看，现在是哪位道友朝我们飞来？哎呀呀，她便是九州奇才、先天道体、沐天阁剑仙之女沐子薰呐！哇，好美、啊！也太漂亮了吧！
拜见师尊。是那个人的妹妹。青侯兄果然气势非凡，星云别忘记昨夜之约呀。忘不了。青侯兄年纪轻轻就已是金丹后期境，此次仙剑大会还请多多关照啊。不错，青侯兄的金翅大鹏仙灵神通超然，冠绝当代昆仑呐。诸位道友，抬举了，抬举了，干！干！青侯兄这是？吾虽略有天资，但前有大师兄澶渊，后有那木子勋，更可气的是，连那废物般的徐长卿也能得到万般呵护。哎，真不公！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这家伙的父亲乃是剑仙，我昆仑有规矩。不可妄议他的是非，岂有此理！猴哥，你说怎么做？我们听你的。仙剑大会，要是在九州仙门面前被揭了底，看他还怎么有脸待在昆仑。青侯兄放心，明白明白。诸位有心了，来，干！嘿嘿，来了来了，本天才驾到。是段剑一，太虚峰子剑真人大弟子，剑术造诣极高，被称为昆仑年轻辈第一剑。啊，这位小哥，说谁第一剑呢？你才是第一剑。剑佩太重，这会脱手的，不用借我。玄玉真人和子剑真人的大弟子都到位了，接下来是谁呢？雄厚的气息。澶渊师兄，要精到体，还好不用和他比试。这昆仑弟子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哈哈哈！澶渊，难得你出关，来为师这边。弟子澶渊，拜见师尊。不愧为先天道体，这般风姿，天顶，你昆仑后继有人了呀！掌教真人得意高徒，果然不一般呐。既然人已到齐，我宣布，大会。慢。徐长卿难道不参加仙剑大会了？对呀，徐长卿呢？诸位不要误会，历次仙剑大会，昆仑各峰都有名额，各峰大弟子直接入决赛。直接进入决赛和各派的天之骄子对决吗？哼，他只会输得更惨而已。诸位，我九州仙门12年一次的仙剑大会就此开启。但凡是闯入前10名的弟子，皆可入我昆仑神虚秘境。夺得冠位者，可获得我昆仑的仙石琼叶一瓶。啊，仙石琼叶啊！传闻仙石琼叶冲击化神境，将使人元神无垢无瑕，从而铸就无瑕元神，一统境界中无敌。或许对哥哥很有用。请各派参赛的天才开始抽签，进入排位战。
比开始。会比开始。仙剑大会已经开始，公子怎么还在闭关？再等等看吧。虚空地术，玄妙无比，若能掌控，必能助我一臂之力。天地无极，万灵万法，剑纳虚空，身似虚空，执掌乾坤。太慢！第三擂台，云雾仙岛凌云海胜。这家伙还有点东西。前10名额又少了一个，哥哥。一瞬13剑，这大哥速度可以啊！小子轩，又在想你哥哥呢。放心，他肯定会来的。前10确定后再不出战，就要被取消资格了。公子。不在。青羽，你唤我何事？公子，仙剑大会10名排位出来前，您再不赴会，可被视为退赛了。没有想到这次参悟用了这么久。青羽，引路。南宫腾胜！可恶，侵占了这么久，若是败了，不行！如之仙灵，风云剑！以我仙灵迎天地风云，尽风云，尽家无身。对，这才不愧为金丹期修士。天雷斩！先手云海怒卷！天雷化刃，湮灭山河！星元兄，这是走到头了。
风斩，剑裂乾坤。这是谁胜谁败？裴天雷违规使用法器，第7擂台李行云胜。恭喜云雾仙岛的李行云闯入前10，获得最后一个进入昆仑神虚历练的资格。诸位稍事歇息，接下来便将进行最后的排位挑战赛。若能夺冠者，可得我昆仑仙石琼叶一瓶。不错不错，这一次仙剑大会，各派的弟子表现的都很好。掌教真人，如今前10已出，马上就开启冠位争夺赛了，可那徐长卿还没有来。刚才那位弟子天赋不错，不错。无需着急，不还有几刻钟吗？老夫这也是为他好，毕竟仙术无眼呢。徐长卿的地剑确实不错，但大会规定不得动用法器神兵，长卿师弟难呐。这么一说还真是，青侯还真是体谅师弟呀。你们，各位久等了。各位久等了。哥哥，这臭小子！各位久等了。哼，这家伙就是徐长卿，很一般嘛。果然若青狐兄所言，废物一般。长卿哥哥终于来了。这小子6年不见，都长那么大了吗？长卿这是要凌空漫步？这是干嘛？想摔死？凌空漫步，至少要金丹期啊！他这个样子，脚下生莲。这徐长卿步步生莲，扎实浑厚，不太像青侯师兄说的废物啊。这家伙看起来很不错嘛。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脚踏虚空，步步生莲，青莲凝而不散，不错不错。天鼎，你实习已藏，还说什么修为低？我看好得很嘛。掌教真人，这是欲扬先抑，欲保先贬呐！本座也是留点悬念。等着。
缥缈峰弟子徐长卿，见过掌教真人，见过诸位前辈。长卿，夺冠之战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为何姗姗来迟啊？弟子正在闭关参悟道法，让诸位前辈久等，实属不该，还望诸位前辈见谅。好小子，来得正好。长卿，可还认得老夫啊？啊，神农悟的百里爷爷。亏你这小子还记得老夫，不枉老夫当年疼你一场。怎么会？长卿永记于心。臭小子，那我呢？有些熟悉。喂，臭小子，才几年不见，就把你无双姐姐忘记了？没有良心的家伙！想起来了，无双妹妹。是姐姐，我可比你大半岁。啊，好，姐姐。哥哥。子轩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哥哥已经聚灵9重境了。太好了，哥哥真棒！可以啊，进步够快的。废物！聚灵9重，还是低了点儿。还真给他修炼成了。好，能提升修为就是好事。聚灵9重，不愧是子川的儿子。长卿，现在前10名额已定，修为最低也是金丹初期，而且此次大会不可动用神兵宝器，你可还敢参加呀？长卿身为缥缈峰弟子，自当代表缥缈峰参赛。好。既然你有此信心，那么你便去准备吧。不过要量力而为，别受伤了。是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还凌空漫步搞出场阵容。哼，我就当所有人的面把你狠狠踩在脚下。哥哥加油，打不过妹妹来帮你。这家伙有了妹妹就忘了姐姐，看老娘不好好教训你。长卿加油，妹妹要是打不过，姐姐来帮你。冠位争夺战即将开始，请待战天才们速入场。老夫要好好一睹后辈风姿了。这3人来者不善。我要夺得冠位，为哥哥您迎来先师琼叶。子勋妹妹，你也莫要大意哦，说不定最后是哥哥夺下冠位呢。啊，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臭小子，加油啊！好，我宣布，冠位争夺战开始。好，我宣布，冠位争夺战开始。规则很简单，排位低的人挑战排位高的人，若是挑战成功，就可以顶替其排位，但若是失败，便将失去继续挑战的资格。这10位各派天才暂时定为前10，他们分别是云雾仙岛凌云海、云雾仙岛李行云、南海剑宗宁天辰、南海剑宗南宫腾、神农雾百里无双、昆仑通天峰夏金侯、太虚峰段剑一、雪月峰莫千雪、雪月峰穆子勋以及缥缈峰徐长卿。如此，诸位开始选择挑战的对象吧。
我挑战徐长卿。哎呀，是第10名的李行云，他要直接挑战徐长卿。青侯师兄和徐长卿有旧约，只要打败徐长卿，我便记一功。之后进入神虚境地，他可得关照我。而且这家伙看起来很容易打败。你要挑战我？你可想好了？那就跟上来吧。不错，有勇气。敢问，云雾仙岛李行云，年过20，金丹初起，仙灵为风云剑。昆仑弟子徐长卿，17岁，青帝后裔，巨灵9重。剑仙传人，风云剑，请赐教。还是个急性子。这仙灵倒是有点意思。我这风云剑仙灵天生自带风云属性，可牵引风云之力加诸于身，风云为剑，剑化风云。以无仙灵，因风云之力加诸无身。气势倒是不小。宁我仙兽，云海怒卷，淹没八荒，风云化剑，裂天断脉。李行云这一击，你有金丹初期之威，我看你如何抵挡。云海可攻可守，风云剑更是变幻无穷，佩服。接下来看我的混元手吞天之渊。天地万灵，尽纳无冤。长青小子这一招是何路数啊？能吸收天地灵气。我的仙灵之力在不断被他吸收，区区巨灵剑，不可能，仙气，对，你一定是用了仙气。此乃我所修道法混元手，可吞天地万灵，怎么成了仙气？莫非你们云雾仙岛输不起？不可能，就算是神通，想要这么轻易吞掉我的云海风剑，至少得金丹后期。徐长卿，你若是打不过人认输便是，如今却要耍诈，岂不叫人笑话？真是给九州第一仙门丢脸啊！诸位，此次对决，本座与各派真人皆在关注。方才并没有发现宝器的气息。啊，这……天鼎真人所言不虚，星云虽是我云雾仙岛弟子，但也要尊重事实。这孩子天生丹田如渊，能修得这般神通，倒也是理所应当。
竟让他修成了此般道法神通。长青哥哥，您这的神通倒是蛮厉害的样子呀！臭小子还有点本事吗？此场战斗继续，众真人会继续督战，若有违规，绝不姑息。就算是神通又如何？我是金丹期修士，神魂之力亦是你的数10倍，又岂是你所能够堪比得了的？无身为基，以无仙灵为引，天地风云，强加无身。明我仙术，飓风破法，剑裂乾坤。混元手，无尽之渊，给我吞！徐长卿，胜不了我的风云剑、飓风斩，给我练！这一击确实很强，凝我仙灵之力。怎么可能？这是镇元之力吗？血灵境怎么可能会有？世间天交几何，又岂是你所能揣测的？进动！飓风九龙，席卷八荒！这小子强行施展正派仙术飓风九龙，要损及丹元，是两伤之法呀！李星云绝不会败给你！九龙拳斩！这么久的修炼，应当能初步掌控那股力量了。既然你竭力出手，那便让你看看我青莲地术之威。万古青莲遁虚空，吞尽天地日月星，莲中孕育青莲剑，覆灭万惹山与河。青莲地术，才聚灵境便能施展地术吗？啊，这徐长卿究竟如何做到的？啊，无法牵引天地风云之力了。青莲吞天！他那青莲又在吞噬我的仙灵之力了。绝不能败！斩我丹元！灵躯飓风九剑，斩天裂地！青莲化剑，覆灭山河！
我认输！